大家好，话说看，主要是分享是一鸣这个模型推出的这款阿里克斯啊 NT-1。那么是这样啊，那么这款拿到的时间也比较的早了，现在有空跟兄弟们做一个介绍。那么首先呢，这个说明书当然没有任何的厂家标明，当然中间里面是这个中文还不错啊，把它拿到一边。首先看一下玩具，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装备的啊，挺不错的一款的这个设计呢，是万代当年设计的时候啊，增加了一个 BB 战士当年非常好评的一个头部的这个盔甲，因为这个头部盔甲呢是当年 BB 战士的 MG 呢，包括动画片都没有啊，算是一个半原创的一个BB 战士的一个设计，没想到沿用到了这个 MG 2.0啊。看一下那个内容物，那么就是一个这个火箭炮啊，那么它这个是带弯曲的，底部有个咔嗒的一个卡定杆，那么这边呢这个是带小的这个卡槽的。一鸣这次做的这个关节啊，包括这些力度啊，这些细节的这些精细程度啊，倒是还可以。不能说达到万代的90%，80%是肯定有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些包括一些卡定的一些位置呀，该卡的地方都能卡住。密合的这个效果呢也还可以，精细程度呢在 KO 当中也算是比较不错的，并不是很肉啊。当然也因为这个料子的原因，那它这个料子属于那种现在的这种料子啊，不是以前的 PS 料子，偏软。所以说有可能会在一些就是模型的一些地方啊，会掉一些渣呀，或者说就是玩具的这些塑料流道里面会有些凹痕什么的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 B2啊，这个 B1、BB 这个位置，我们用手指甲去掐一下，你看，很明显就会有一个凹痕，这儿。那在原来的这个塑料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凹痕的。那么现在基本上这些料子啊，用的这个料子以后就会比较软啊，哈。好，然后呢，手指的这可动我就不多说了，送了一个巴尼，一个阿尔弗雷德的小朋友，然后呢，驾驶舱是那个克里斯蒂娜啊，然后有一个战损的这个天线，是这样啊，它这个天线啊，兄弟们拿到手以后啊，尽量还是给它粘死，因为如果你要替换的话哈，把这两个地方给它加固一下，否则的话这个天线容易松脱。来看一下这个重装备，重装备首先呢，几个玩点是第一个是爆甲，那展开啊，胸口展开，手臂这边呢，我们把它抬起来，这边是有一个可以打开的，那就是这个格林炮啊，迷你杠。这个呢，一鸣的这个是容易松脱，一鸣的这个卡我的不是很紧啊，但是联动那些玩点呢倒是都还有。先把它展开，然后再把这个夹给它按回去啊，能展示倒是能展示啊，但是这个夹就太松了。然后把它按回去呢，你又感觉这明显好像有个地方能卡住，但是不是很紧啊，这个是这个位置。然后前方这个地方呢是两段夹，后方的这个小腿板这边是有一个叶片，这个是可以打开的。哎，这个地方的缝隙还挺严密的啊，看可以露出里面的一个散热口。然后后方这边呢，基本上就是两层，可以这么说啊，它这个甲做的设计各方面还是不错的。那把这个甲给大家打开啊，然后跟大家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就是头雕这个比较紧啊，所以我们在玩的时候啊，尽量还是不要搞得太紧啊。那是这样，它打开以后，大家就看到了，直接就会把这个红色零件给它拔出来，因为前方的红色零件会比较紧，后方反而松啊，这也是它的一个小问题。按道理说应该是前方紧啊，它正好给它搞反了。手臂呢这边，虽然它是两层甲啊，我们可以把这边一层给它拔下来，这边拆下来，露出了内甲，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啊。拆甲把它拆开，
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它的这个设计啊还是非常不错的，2层甲的设计，然后把这个给它拆出来。这个甲呢也是这个前后式的，就是这个零件就是有些松，然后这边也松，前方的这个倒还可以啊，把它拆开。腿部这个拆的是比较轻松的，包括这边这个上锁定啊，把它推下来，后方这个一块给它拆下来就可以。但是这个拆了以后，大家会发现它一下子就会把里面的那个内构甲给它全部拆下来啊，所以说有的地方这个还是挺紧的。你如果想完成2段报甲的话，很多小伙伴都是买了2套啊，我看了都是，一套呢就是直接安装在这个素体上啊，就像这种方式；另一套呢就是把它整成那种单独的1层甲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那就这个地方容易松脱，这就是那个大家经常展示的那个半甲的状态啊，确实挺帅啊。那其他各方面的话，兄弟们比较诟病的就是这个眼睛，来看一下眼睛啊，拿紫外灯照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眼睛，这眼睛还可以啊，对吧？从我的手机来看的话，这个眼睛因为我是涂的，并不是那个用贴纸，所以它的反光效果还可以。很多小伙伴说这个眼睛就是有些呆萌的感觉啊，并不是那么锐利啊，这还可以啊。然后也没有这个左右的这个合膜线有问题啊，缺铁龙问题啊，这个都没有，这点反而是挺好啊。把它炸开啊，其他各方面的话也就是这样，毕竟它的这个阿里克斯这个确实是露半甲是帅很多啊。那我们暂停一下，把它拆开看一下它可动吧。因为这个样的话，它可动太低了，没有低头啊，基本上没有低头，左右旋转倒是有。然后什么腰转呀，那个这个装上甲以后啊，其实它的那个可动你看是比较低的，然后有些小联动也看不见了啊。但是脱了甲以后，大家就能看清楚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脱甲以后的效果。其实最麻烦的并不是别的臂甲呀，就是这个胸甲这个地方扣住了，就这个地方是最难拆的，其他都还好拆啊。来看一下，那么它是为了配合咱们的这套装甲的，对吧？那么首先，那么第一点，那么它的这个地方是有2道缝，那这个缝隙当然是腿甲。那么胸前这个地方呢，你看这边好像是严丝合缝的，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但是它这个是下拉的。你看这边有一个抱甲的一个安装口。那其他各方面的话，它这个肩膀的收拉啊，平衡感还是非常好的。这边2个进气口的黄色也是进行一个这个安装。那么这个也是啊，同样都是。那么这款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它的白色颜色确实是出现很多问题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的特写啊，你看这个非常多的大黑点，原本的这个地方的 C 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黑点，让我给打磨掉了。全身上下的黑点非常多，不起眼的小黑点啊，这边大的黑点比较明显的是在正面的话是这儿啊，这个黑点比较多。那背后的黑点就更多了，这边你看这个黑点，然后这些啊都是一些密密麻麻的黑点。那么这些应该是在出模的时候啊，应该是注塑的时候，或者说这个模具里面的铁砂导致了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啊。或者就是直接就是灰尘啊，否则的话，你看它的这个全身上下的这些黑点非常的多。这款一鸣的这个模型啊，可以说呢，除了这次黑点的这个啊会比较多以外，其他倒是问题倒不是很大。但是这些黑点啊，确实太明显了，都在表面上。除去这次的黑点以外啊，其他的还好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叫什么？就是这个防尘的防尘罩。那它这个也是用这个叫什么伸缩的那种管啊做的，还是可以。其他各方面的话，我们大家都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这个了啊，这个上拉的这个关节啊，然后下方提出来啊，这个地方容易掉啊，这个是容易掉。那么这个的还好，这个左跟右的这还不太一样，右边这个容易掉，左边这个不容易掉啊。你看啊，右手这边啊，这个还挺好的，不是很容易掉。然后呢，就是前胸甲啊。
这次做的比较好的是这次的这个腰部的这个伸缩啊，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弯腰动作，在这儿啊，然后左右啊旋转啊，这边都还有的。2个侧裙甲这边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角度，然后后方这边呢是联动的这个关节。前踢，这个角度还是非常大的啊，因为内侧是有联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联动，就是这个，看这边是3段联动的，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啊，做到一个联动的效果。而且呢，这个膝盖的关节还是比较紧实的啊，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挽点。剩余的话，底部的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挽点啊，在这儿啊，这个是一个可以上下搓移动的这么一个喷口。其次呢，这次脚踝用的是球形关节，但是这个接地的角度却比较的小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看只有这么小，从这边就能看出来。左右来说呢，平举还可以，不敢使劲摇啊，使劲摇的话，我害怕它这个地方承受不住。整体来看呢，一鸣这次做的，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啊，这个 KO 的不错，但唯一我感觉不好的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成型色有大量的黑点，如果没有黑点的话，那么这个高分我肯定是要给他的啊，就是2025年的应该它算是25年吧，就是最不错的一款那个 KO 的这个模型了。好，那今天这款视频呢就跟兄弟们交到这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